我叫麦克，是一名弓箭手，专业过硬，从未失手。今天我来到了绝地求生的世界，仍然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单人4排。而这一次，我期望用手中的弓弩捍卫我王者的尊严。你并没有看错，这是第一人称视角。此时的我有一种强烈的眩晕感，但为了完成今天的挑战，我无所畏惧。同样是大力神 C130运输机，但这一架格外的清晰。这多亏了杰西为我升级了主机配置，可以肆无忌惮地开启极致画质。我跳起了飞机，下方还是那个熟悉的海岛，但这一次却比以往更加的凶险，因为今天将是一场冷兵器之间的对决，悄无声息，入骨时分，而我只有孤身一人，并没有任何被救援的机会。但人生的意义莫过于此，只有不断面对各种挑战，才能使我们的人生更加精彩。我来到了基港寻找首批物资，并期望在这里遇到一次男人间的对决。可惜，直到我的特制背包里装满了75支弩箭，却连鬼影都未发现一支。时不我待，百人战场，这么一会儿淘汰过半。我抓紧时间向下一个作战区的中心跑去，跑慢一步意味着少杀一人。这句话并不是说说就好。经过一段漫长的奔跑，我已稍微克服了第一视角所带来的眩晕感觉。这一模式有其独特的味道。由于视线有限，并不用过分担心伏地魔的辛劳。终于，我进入了新的安全区，身后就突然传来利剑的破空声。虽然地图上看不到敌人的所在，但凭借西伯利亚耳机超强的7.1声道定位，我听出了敌人的大体方位就在我的左后方向。弓弩的攻击恐怖绝伦，一箭入魂，不给你任何挣扎的机会。我凭借自创步伐左转右移，来到了这块大石后方。我看到了他们，马上展开还击，30米一箭击倒一人。但此时他的队友却渐渐追了上来，我马上补剑将其淘汰。2箭过后，又把第2名敌人击倒在地，然后立即转身跑向下一个安全区内。现在并不是恋战的时候，绝地求生可没有电脑人。届时3人一拥而上，强如麦克也要含恨归西。这几天经常有粉丝问，为啥麦克直播的时候变菜了？实际上这是2种完全不同的打法。想要吃鸡，必须学会运用战术策略，还要有足够的耐心。但现在我需要稍微伏地一会儿，因为杰西约我吃兰州拉面，所以我准备买票请他看电影。好了，我们继续上路。因为这是单人4排，为了尽量避免和4人队伍正面冲突，我选择从安全区边缘迂回进入。要想吃鸡，除了枪法，还要有完美的战术。不过我现在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，有数支弩箭从我耳边呼啸而过，而我并没有发现对方的位置，只能再次使出自创步伐，寻找还手的良机。我看到了他们是一支3人小队，我边打边退，只要尽量和他们保持100米以上，按照弩箭的射速，并不会对我造成太大的威胁。哎呀，算我没说。现在我身上中了一支箭，正好插在我的左肾部位，这使我疼痛难忍。我边打边退，迅速寻找最近的掩体。我来到一块大石后面治疗伤势，又喝了一罐健力宝稳定心神，它可使我在接下来的大战中保持镇定。此时新的决赛圈再次刷新，还剩下8名敌人，他们可能都穿着吉利服，躲藏在任何地方，所以我决定慢慢爬过去，这并不丢脸，仅仅是一种强大战术的表现方式而已。为了吃鸡，我无所畏惧。现在我有些后悔开了极致画质，我的视线所及碧草如茵，但可能在别人看来，我只是傻傻的趴在一片光溜溜的土地上。时间就像过了1个世纪之久，我爬爬停停，终于来到了安全区内。立刻看到2支队伍正在交战，而最近的一个敌人离我仅有10米不到，他就在我的右侧，所以抱歉了兄弟，这是战场，你死我活，再也正常不过。此时另一个敌人正在跳着魔鬼的步伐，直接跳到了我的弩箭之上，我重新搭箭将他击杀淘汰。终于到了1v1的时刻，凭借敏锐的直觉，我取出燃烧瓶丢到了前方那些可疑的位置。在漫天火海中，我快速出击，跑向最终的安全区，迅速占领了有利位置，并连续几箭打出，将其压制不敢露头。对方无奈丢了一颗烟雾弹，企图摆脱我的压制，而我身处安全区内并不慌张，开始向烟雾内盲射，静待决战来临。然而等来的却是最终的结果，原来对方被我盲射击中，惨死于电网之中。我是麦克，专业过硬，从未失手。为了吃鸡，我竭尽全力。